心来到速速接头，直接就宣判了。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有求必应。我想跟大老师握手。大老师，来，谢谢啊。我就答应你，想看大老师的演唱会，这不挨着呀，这样事儿我现场发5张。给，都给，谢谢大老师，有求。因为梦辰经常我们俩会聊，他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他会跟我说。他只要跟我在一块儿，就跟小鹿聊天。我没明白，夜里头你们俩在一块儿，他跟小鹿聊天。为了逃避你，富豪是猴，二狗是狗。我心想还剩10个呢，我就着急选猪啊。来，准备音乐，来，音乐来。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这是表演指导，那你就照他这来。那你出去吧。我出去。吹什么牛？春游。我们要去春游啦！所有的朋友们，春游啦！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往外走，春游！耶，春游喽！耶！来上车喽！耶！Hello！哎，3、2、1，耶！哇，那是。快来呀，朋友们！快来呀，快来！干啥呢？莫名其妙！快来呀，快点！快动起来！来了！为什么要跑起来？干啥呀？不明白，嗨的挺快，他们就突然就嗨了。抓住！为什么？快抓住啊！抓住！为什么？怎么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运动一下，提提神。而且他们其实平时改稿子更多都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上台之前也很少会去做一些保持身形与瘦脸方面的运动管理，所以我就想带着他们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可以更好的激发自己的灵感。好，大家别喊！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找到自己最自信的样子。好。这是梦辰推荐给你的吧？哇，好恶心，还嘴巴嘟嘟，多好看！谁要说啥你都别往心里去啊！行，他这耳朵行吗？不过顶了已经。我听不见了。哎，你不行，你没有下巴，你弄啥呀？杜老师，你看这个脸弄上之后跟严重烧伤了一样，更丑了。非常好。是吧？你要去打劫呀，哥们！大家看到兵卫士了吗？哦，咱们这个兵卫士的意思啊，也是一个消肿的感觉啊，整个这个状态变得更加的好一点。接下来我们是动物迁徙大作战，每一组选一个动物，看哪一组能率先完成接力赛。出发！他们是毛毛虫，走！加油！来，严明，你看看，好心酸呐！可以了，这个精神我们也感觉到了。谢，不错，自信都回来了吧？回来了。摘掉我们的束缚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来，我们展示一下。哎呦，确实现在不一样了啊！我感觉是毛毛虫的功劳。
各位，我们棚里见，干杯！现在我们就要精力充沛的来准备我们的本场演出名单了。柳三变，大齐，孙悦，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后文，所有朋友们加油啦！哒哒哒哒哒，想没问题。哒哒哒哒哒，嘣嘣嘣！我是热场主任，我叫美男，欢迎你们！让我们有请最犀利的主理人翟佳宁，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周奇墨，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大张伟。各位好，欢迎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大家看看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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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看见我们的下颚线了吗？我跟冰刀一样。再看我们的演员朋友们，每个人的下颚线展示一下。哇，80%的演员根本没有。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嘉宾好厉害，带我们去运动、消肿、出汗、动物爬行、接生，这么多对，然后带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特别的有氧运动，让我们现在精神状态非常之饱满。对，各位准备好迎接我们最炸最嗨的一期了吗？下面这一位就是人见人爱，每一位看见他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他就是我们最美的那只杜鹃花，杜海棠。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棠。今天很开心来到露宿街头。同学都酸菜了。有一种上来就知道晚上要干嘛的感觉。很开心啊！接下来录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这个近况。我现在最喜欢干的事情，广场是，我现在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求必应。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演员，有的人社恐。有的人社牛，我是社盲，社交盲盒，非常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喜欢给陌生人办事儿，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小度，哎，我在呢。我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发了一个帖子，春季召集贴，大家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就是有求必应。咱们就是有求必应，都要干些什么啊？上门帮人暖猫，上门帮人遛狗，上门帮人带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明星赛道——上门星。这个梗，我个人也是有点排斥的，但说不上来，也还是喜欢，还是想说啊。罢了。别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是想找海涛您张嘴。谢谢大老师啊。对我来说，陌生人的任何的求助，就像咱东北大拉皮儿似的，咱上来先给办了再说，有求必应。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什么心愿，现在可以跟我说，来吧。你说，大老师握手。你想跟大老师握手？好，大老师，谢谢大老师啊！来，谢谢啊！
妹，有求必应，行不行？来，接下来还有什么？我想要宋亚轩的签名照。想要宋亚轩的签名照。好，还有谁？想要杜海涛的签名。你说的自信一点。我也签名啊。好，还有谁？好，你想要沈梦辰的签名照。好，我就答应你。想看大老师的演唱会。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没人知道。我只有10张票啊，我现场发5张，另外5张，咱们大老师有没？大老师有，大老师有，大老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要今天没人，大老师没事，你给就给，你不给我自己买。给，都给。呀，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有求。太好了，安排了啊，我肯定会给啊，要不然上网骂我们。不是我给，我肯定给啊，肯定给。接下来，有求必应，还有什么心愿来？我想去看你那个话剧。想看我的话剧《开心聊斋3生 Plus》，一共800多场，我已经演了125场的那个我的话剧。没问题，都给安排上啊。因为对于我来说，真的特别开心，也特别感动。在这里呢，也算是感谢湖南的观众。我这些年吃了湖南的美食。逛了湖南的美景，娶了湖南的美女，我对湖南情深深，湖南对我雨蒙蒙，很开心。但我真的就是很喜欢跟大家任何场地的交流的感觉，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淄博去吃烧烤去了。刚吃着我们录东西，然后走到前面一桌，就一群人，一大桌子人看见我，涛别，还有老乡，湖南我们长沙来的。我说太好了，再给我喝一个，感觉特别亲切。然后一个转身，旁边那桌，哎呀妈呀，涛子，老乡，东北沈阳来的。我说快，喝一个，又一个转身。Excuse me? Can I buy you a drink? Of course. 伦敦老乡啊，真的，现在对于我来说，现在去任何的城市，我特别开心，走到哪里都不慌，遍地都是我老乡。出门在外，你记住，遇到麻烦找小杜。我们的口号是：有求必应。我一天只能帮3个啊，现在刚才帮2个了，最后1个。来，妹妹你说。我今晚想跟我2个朋友吃火锅。想听杜海涛唱首歌。不挨着呀，这俩事儿都。我可以点歌吗？你别点，因为我准备了。来，音乐起。Gentlemen, take my style, join the party, 跟我摇。不管你是哪来的北方的、江门的、河南的朋友们，跟着我笑。无论你是硬骨头还是实力派牛的快手，按路开麦爱牛样个 baby。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跟上我的节奏走，扭着你的胯轴。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要打招呼就随后路，我们说话都带 flow。哎呀，宝贝儿们，干啥呢？这跳舞蹈跳得挺带劲儿的，来，精神的，再扭一下子，有腰线，扭起来。We are the New York girl， New York girl， New， 桂花手 New York girl，New York girl， 喂 ，We are the New York girl。来，想吃零食给你安排，有求必应，上。给。我跟你说，太夸张了，哇！
海涛，大家看见就是一种别样的亲切哈，感觉来的不是嘉宾，就是家里人，对，来做客了，对，来坐下，咱们在家里聊天啦。怎么着？现在怎么称号又改了？改成这个长沙郭冬临了？有事您说话。对，那天那个看见那个迪哥了，还在说呢，他说怎么现在就是在约陌生人，怎么是熟人是玩不了了，是怎么？这就特别开心，就喜欢跟大家在一块的感觉，因为老有各种各样惊喜。对，比如刚才那个惊喜，人家想吃火锅，你说你想听歌，你看哪儿都不挨哪儿。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新人朋友们，一看见那个海涛的时候，都说一个字儿：烧。海涛真的是身上很瘦，但是脸一直很胖，就是让你感觉一直都好可爱这个人啊。海涛，我跟你说，你们家孟晨我太熟了，他特别喜欢喜剧。哎呀，他太喜欢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在家一块儿也老看那种什么脱口秀节目呀？他真的太喜欢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又美，然后但是他就是喜欢搞笑。搞笑，对。对啊，经常那就睡觉什么的就跟小鹿打电话这样。小鹿夜里给你打电话呀？啊，对，因为孟晨经常我们俩会聊，他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他会跟我说，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下，比如说什么话怎么说更好笑啊。对，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感觉他只要跟我在一块儿就跟小鹿聊天，只要在一块儿就跟小鹿聊天。他都生气了。我没明白，夜里头你们俩在一块儿，他跟小鹿聊天。为了逃避你，海涛，您看脱口秀的时候，您觉得什么是一特别好的脱口秀？脱口秀我觉得就是乐呵开心，就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同频，同频，我觉得同频那个感觉就特别好。是，就是说像您那种强制给观众发礼物这种。好脱口秀，确实是管用啊！大家确实是因为都拿了我的，对，手短。谢谢啊，谢谢。真的是翟佳宁刚才看你的脱口秀的时候说，要是杜海涛去参加比赛，你肯定是冠军。哎呦，别不敢。谁给他投票，每人发1000块钱。反正送的都是大老师的票。对，大家都去啊。你们几个不表示啊？哎，对呀，都有专场，都有专场。我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开放麦，可以送一些票给大家。我的风雨时代的专场也上线了，可以送大家10张线上观看的票。哎呦，翟佳宁可厉害了。没。哎呦，我的天！他又要去北美演出了，同行机票一起去看出了，哇！翟佳宁太大方了，不光负责门票，还负责机票。好，还送飞机，最近真没什么演出，但是有朋友想录火枪手，可以随便来。哦，行，对，你给个10个名额，好吧？可以给100个，反正不要钱。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棋子选手朋友们，他们有专场，他们也有很多的票，希望各位可以去看，好不好？各位有这个卡，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评分的一个意见卡。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则。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观众的好评，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好了，那么在各位新人演出之前呢，我们先由我们台上有一位天花板级的人物，他又要开始给我们演出了，各位期待吗？期待！再次有请杜海涛。累了。哎呀！天花板是我们的周奇墨。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很开心见到大家啊！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刚才大老师也提了啊，我们这些演员啊，你别看他虽然很少有人在线上露出过，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专场了，都在演。
而我现在手头上呢，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个开放麦，没有专场。但是呢，我不是羡慕他们，我是同情他们，因为现在演专场压力非常大，就观众的预期越来越高。你看我刚入行的时候啊，2015年，那个时候什么是一个好专场？你有一个专场，那就是个好专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演员有60分钟的段子，如果有的演员在台上能讲60分钟，那他讲完以后，剩下的演员都会围上来，就会问说：“哎呦，你第几分钟的时候感到口渴？我看你还喝水了，怎么喝水能显得不突兀啊？我看你最后扶了下麦架，是你体力不行了吗？是不是现在还开始锻炼身体了？我得。”所以那个时候有专场就很不容易，你专场要是再能讲的好笑。能讲炸哇，那就是个天才。但是现在观众对于专场的预期啊，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审美标准也在提高。现在我感觉一个专场好笑啊，也就是60分吧。那剩下那40分呢，包括但不限于要治愈，就是听完你这个专场，我要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感到治愈啊。然后最好是又哭又笑，前面听着笑了，后面最后一点哭了，哎，这个感情很复杂，要回味。最好听完以后回到家第3天，哎呦那个段子，还要有伴手礼。哎呦，你进那个剧场，你一看座位上放的全是啊，那个一个礼品袋里面各种东西，搞得跟那个市集一样。而且我还见过这种评价，观众那个看完演出发 report 说是演出一般般，但是伴手礼值回票价。感觉演员主要是在卖伴手礼啊，送一场1个小时的演出。而且也不知道为啥，现在所有演员专场的对照标准就剩一个，就是童漠男的寻找王医生。啊，这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呢，你专场讲得好了，哎，观众发 report 啊，夸一下，说是哎呀，我这个专场真不错，看的。但我今年的 top one 仍然是童漠男的寻找王医生。但是你要讲的差了呢，那更是了，是吧？我今年看了谁的专场很一般般，底下一定有评论说：“姐妹，我推荐你去看童漠男的寻找王医生，怎么样？”我感觉这2年不光是漠男在寻找王医生啊，脱口秀同行们也在寻找王医生，感觉自己受了很多的伤哈，把观众治愈了，但自己伤得不轻。这10年真的变化很大啊！我现在呢也慢慢的熬成了所谓的 OG， 不好，不好。年轻演员已经不带我玩了啊！就是有一次我跟几个年轻演员一起演出完以后，在后台聊天，聊着聊着我就想，哇，你看他们多喜欢跟我聊天，结束以后都不舍得走。哎，然后聊着聊着，我突然从他们的聊天当中得知，这几个人一会儿要一起去吃饭。但是没有人叫我，哎呦，我当时就想，啊，行，这就是做 OG 的代价。然后呢，我后来知道他们为什么留在这儿，因为在等另外一个演员从别的场地赶过来，是我不舍得走。最后呢，等那个演员过来以后呢，大家人齐了，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演员还是懂一些人情世故的。啊，他看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他说：“哎，周老板，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说：“啊，不了不了，因为我知道只是出于客气啊。”哎呀，但是我没有想好理由，所以当我说出理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周老板，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说：“啊，不了不了，我家里还有那啥呢，我得回去那啥一下啊。”说完想，哎呦，我在说什么呀？他能懂吗？没想到他秒懂。他说：“那你赶紧回家那啥吧，然后我们去吃饭。”我想这也太那啥了，是不是？那演员不管是新演员还是老演员呢，都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撒谎。脱口秀演员最能撒谎。脱口秀演员站在台上，第一句话往往就撒谎啊！第一句话往往是：“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很开心见到大家。”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开心，就还好，就还好，就是也不难过，也不抗拒，也不讨厌，就还好，能懂这个感觉吧？
就还好，没有那么开心。为什么？一个演员这就是工作，他一年多的话演好几百场演出，没见过人呐。昨天刚见过好几百人，第二天就忘了，又见到人了，真开心。但大家这个工作当中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会撒点小谎的。你们出去见客户不也是？张总很高兴认识，是吧？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人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卸去一身的疲惫，躺在床上，突然乐出来。哎，真开心呀！今天认识了张总，这日子真有奔头。但说实话，最会撒谎的人不是我们脱口秀演员，而是运动员。哇，运动员太能撒谎。你看，有的球员在场上明明是他自己犯的规，但是当裁判过去判罚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装作一副特别无辜的样子。到最后来一下这，表面上感觉他在生气，其实心里想的是，哎，没骗过他，小样儿。什么裁判呢？眼睛挺尖的裁判。我从小是从大人那里知道，人就是会撒谎，因为家里人就会骗我。我从小家里人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谎话就是，只要你期末考试考第一，我就给你买啥啥啥，什么都敢答应啊。我有一次在电视里看见那个坦克特别酷，我家里人说，只要你期末考第一，就给你买啊。后来期末考第一了啊，当然没买啊，给了很多借口啊，什么不好上牌啊。后续保养麻烦呀，对，当时也不懂，所以小的时候很讨厌谎言。但是长大以后，就会开始思考，这个谎言带给人的感受，有的时候是不是比真相还重要？你比如《黑客帝国》里啊，那个主人公 Neo， 他有一次要选择吃2个药丸，红色药丸吃下去就是见到世界的真相，蓝色吃下去以后呢，就维持现在的幻象。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让我选，我一定选那个红色。但现在啊，你再让我选，我不是说一定不选那个红色的，但我选之前啊，一定要先打听一下。这个就是人上了年纪以后的一个特点。哎，没事，咱先打听打听，对吧？多打听不吃亏啊。我会先问对方，我说你那个蓝色的药丸啊，药效能持续多久啊？对方说1辈子。我说1辈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哦。哎，那你那个幻象能不能升级一下？就天天感觉自己在住着别墅，开着法拉利这种。对方说没问题，完全可以个人定制，没问题。我说哦，我想一下，这个红色药丸吃下去，面对真实的世界跟强大的敌人作战，有可能战死。蓝色的吃下去，一辈子舒舒服服住别墅，开法拉利，到死都不知道咋回事。好难选呀。这样吧。那个蓝色的，你给我来1斤，好不好？我没事吃点巩固巩固，我怕我醒了。好，谢谢大家讲到这儿，谢谢你们。好冷呀！哎，周老板好，哎，怎么着，杜老师，看看周老板什么感觉？哎呦，真是天花板！刚才我都说我都演完了，谁接得住我呀？哎，你是天花板！哎呀，您这错觉是可以，哎，行。不是，但我想问一下周老板，你刚才没撒谎吗？怎么没撒谎？是大家不找你吃饭吗？找你你也不去吧？翟佳宁，你摸摸良心，你找过我吃饭吗？他也得有啊，他有吗？他无心。我觉得天花板就是他不够亲和力不够强了。对，真的对不对？大家会觉得我有距离感。你主动过去啊，聊什么呢？聊什么呢？要吃饭了，对不对？哎，我们一起吃啊！态度变了，你就变态了吧，对不对？
杜老师，生活中有什么那种谎言，你有感觉过吗？对他，其实刚才他说有一个，就是也是之前去录节目的时候，就是因为看我们节目的现在都已经妈妈也有孩子了，对，然后看见我的时候，妈妈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就过来拉着说：“海涛，合个影。”然后那个孩子就看着我，谁呀？然后我就说：“我是妈妈同学，就是岂不是可以说自己是周杰伦？哎呀，王嘉尔。哪个男人不想成为王嘉尔？不用。主要是孟晨喜欢王嘉尔是吧？是这意思啊？朋友们倍儿热情的。大张伟，我还以为要过来怎么着？大张伟，我说哎，怎么着？你跟王一博说一声，我特喜欢他。翟佳宁按说是非常真实 ，keep real， 超级 keep real， 完全没情商。然后呢，理解哈，理解。哎，那个但是哎，您有过那种不得不撒谎吗？您有说稍微得说点软话吧？就是这种。就这2年多了，因为镜头多了嘛。哎呀！每次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比赛呀，后台的时候，他让你评价这些演员表现的怎么样，咱该评价的都是说特别好，特别好。我感觉今天这个人成绩不理想，是观众没接受他。其实咱都知道，他那玩意儿就是不行，你知道吗？哎呀！太敢说了！又爆了！哎，我都不敢接话。哎呀，谁呀？太多了。他说太多了。您，哎呀妈呀！但其实我们虽然在吐槽别人的谎言，我们自己生活中也会撒很多谎啊。太多了，有一些所谓的那个谎言呀，咱还爱听呢呀。又瘦了？哎呦，没有吧？太好笑了。哎呦，没有。哎呀，小哥哥，没有吧？就喜欢听这些。哎呀。是，其实这种也不叫什么谎言，是不是？就是为了大家别扫对方兴，在一块儿那么开心，干那个为什么要？少跟他坐一块儿，老说什么爱的。下面我们新人演员要出场啦，掌声！这位朋友啊，他老被这个颜值困扰。有请我们的刘三变。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三变，很开心见到大家。其实还好，也没有很开心。大家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帅哥，对吧？行了，我别骂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自己不帅，很早就知道。我大概是去年2月份知道的，一直到年底才确定。我到现在都没敢跟家里坦白这个事情，我怕我妈接受不了。我知道大家心里想什么，怎么那么晚才发现，是吧？哎，成长的过程中的确会有很多人会定义我们的相貌，你长得好不好看，对吧？但是服务行业是不是都肯定我们？你不管长什么样，走进那个什么美容院、按摩店、理发店，都是帅哥美女。我就靠这个东西稀里糊涂的活到了去年2月份。去年2月份发生个事情让我备受打击，心态崩了。我跟我一个长得比较帅的朋友去做那种泰式按摩，就是会按脸的那种。我朋友躺呢，技师要给他按脸的时候就问他说：“先生，先生您这个脸能按吗？”我不知道朋友真不懂假不懂，还在那问着。他说为什么这么问？那技师说因为现在整容的人很多，我们怕赔不起。我朋友很得意说没事，你看看，都爹妈给的，你就按吧。我当时就躺在旁边，等我那个技师问我，没问就直接按了。他按过我脸上每个地方都那么笃定，手法没有一点试探迟疑的感觉，我就不开心了。我说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呀？他说要问吗？我要。那行吧。先生，您这个脸能按吗？我不会把它按坏了吧？我说你阴阳怪气什么呀？啊！再说你问我的时候，你是把手里的活停一下呀？
我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帅，因为我们班里面女生排我们班男生颜值排名，30多个人我排20名，不是最丑的，但跟帅也没关系，对吧？我为什么知道呢？是一个很要好的女同学她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想让我知耻后勇，期末往前爬2个米，期末已经很帅了啊，对吧？期末还可以。而且我觉得哈，作为好朋友，当我们听到有人传朋友的坏话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如实传达，我们要做的是美化，要杜撰，要造谣。你就不能骗我吗？你就说我排班里前3，我能找他质问吗？我不会，去第3我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知道自己不帅，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帅啊不自知。你不知道，别人会告诉你，你就会知道的。你从小就会知，不可能有小孩8岁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你长得好帅，对，去别说了，以后都不准说了，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啊，以后我就油腻了，我不听。没有什么真正的什么帅啊不自知，反倒有很多人不帅啊不自知。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帅，但马上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帅。我有这种侥幸心理啊，是因为有人肯定我的长相，我妈就肯定我的长相。我妈说我长得很帅，像她，很矛盾的一句话。当然不仅仅我妈了，也有别人肯定我长相。我大学时候认识一个女生，她说我长得像我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接下来讲这个名字肯定会震撼到你们，肯定会很难置信，但是你们要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她说我长得像彭于晏。朋友们，你们要知道我但凡要点脸，我编不出这种话来的，你知道吗？我说这玩意儿，我心理压力也很大。他跟我说完，过去20多年了，我从来没敢跟别人提起过这个事情。我知道不像，我查了，确实不像。谢谢。然后我就想哈，一个女孩如果说你长得像一个很帅的明星，我觉得只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你真的像，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喜欢你，是吧？我觉得他暗示这么明显了，那咱主动点跟他表白呗。我就跟他表白了，事实证明我确实像彭于晏。不像，肯定不像，我知道，所以我也不想蹭别人，不敢蹭别人。我讲这个段子就希望，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他能看到，他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哪里像呀？他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找，这20多年这么大点地方，我找了20多年了，毫无线索。其实我也做了点变帅的尝试，我做过一些锻炼，然后我也学习穿搭。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造型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我曾经染过白头发，一头白发，我自己觉得还挺时尚，挺好看的。但是我妈显然不喜欢，她那天来找我，看到我的时候吓一跳。但我当时看到我妈，我也被她吓一跳，因为她把一头白发焗黑了。我们娘俩黑白无常。那段时间我们家就是我年纪轻轻顶着一头白头发，我妈60多岁一头黑头发。后来她可能在我那待够了，我想回家，我说我要送她。哎呀妈呀！他说还能送吗？合适吗？现在我送你差不多。长得不帅，其实有一些困扰，我就不太喜欢打微信视频，因为我觉得微信视频里面人不好看。但我知道我有责任，但是微信就没有责任吗？那么大平台不能把我弄好看吗？我之前说微信不好看是因为用原相机，有人告诉我那已经是美颜后的是吧？我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哈，我不能接受美颜后才长那样。我不好看，我妈有点老，我们娘俩打微信视频聊什么话题都显得有点惨。我后来就想，怎么能够让我俩变得好看点？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俩聊天气氛变得轻松点？后来真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用抖音开直播，邀请我妈打 PK。哎，抖音里面也很好看是吧？有很多特效，聊天趣味性十足。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聊天别人也能看到，我们直播间最多进过8个人。不是什么话题都能聊的。你想想，有一天我俩吐槽我爸，我妈吐槽我爸懒，我说妈别说了，我爸知道不好吧？他说没事没事，你爸在客厅看电视不会知道。就在这时候，我爸刷了个礼物，我爸车门那边挡一大哥，你说尴不尴尬？尴不尴尬？我妈要不要感谢老柳爱做家务送来的人气票？
我不喜欢打视频，但我发现很多人喜欢打视频。我曾经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面看到一个女孩给她妈打视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拥挤的车厢里面打视频，对吧？我觉得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面打视频，我看过唯一合理的就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地铁车厢里面给他妈打视频，说妈，你看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地铁里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人很多，你没得选，你别说挤进对方的空间了，我曾经有一次差点挤进对方的生活。就那次嘛，前面那姑娘在我前面给她妈打视频，她没戴耳机，应该听不见她妈说话，就在我前面把手机放在了这儿，然后我就出现在了画面里，我很尴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显然她妈也没有做好准备，我俩都愣住了，愣了好一回，她妈好像有点不太满意，她妈把视频挂了。我通过她妈的反应，我判断出来，她妈不喜欢彭于晏。谢谢大家。给彭于晏来一场，来彭晏。海涛感觉怎么样？他出这个话题，对，我觉得他这话题我也挺有共鸣的啊，因为大家也说我长得像哦，不用。但是这个话题感觉勇敢，真的，我因为从小就是小胖子，长得比较蓬松，对。但是也希望自己能有变帅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帅，但是也会干这个事儿。哎，像去年就留学嘛，就好多人就过来围着合影，突然就有几个老外说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说 My name is 王嘉尔。哎，是有点像啊，真的吗？是这个角度吧？还好吧。我觉得他说你像王嘉尔，谢谢黑灯，谢谢这位演员，谢谢。不是你自个儿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帅吗？这件事儿？我会觉得这件事儿会给你造成了就是心情不好吗？在学生时代确实会有一点就困扰的，我就没有谈过校园恋爱。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就觉得想变帅，因为我长得也非常一般嘛。不是，大老师你是真帅。玩摇滚就真的很想染彩色头发，就一下就能叭那种感觉特别帅。我爸跟我说染彩色头发影响身高，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会把你腿打断的。哎呀，有人会因为自个儿说不够就颜值上有什么问题造成过吗？我是因为这个讲的脱口秀，就是觉得讲脱口秀能给自己增加一些魅力。哦，哎，那你要这么说，心酸的事儿我可说了。我之所以后来爱说笑话，就是因为那个我去办各种演出的时候，我发现我再怎么努力唱歌，根本没人在乎啊。我发现我怎么能让别人看我？哎，说笑话有人听，然后呢，觉得在唱歌中间说一些笑话，哎，这样就会更有趣，然后就会让大家感觉期待的是他那个偶像之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儿，就是后边把自个儿激出来另外一种潜在的才能。对，我新看一本书，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习一下。我觉得那句话太棒了，你就跟自个儿说，比如说柳三变，我不好看，但是我爱你，你要跟自个儿这么说。哎，明白吧？就是这句话很重要的。哎呦，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不爱你自己，不喜欢你自己，好吧？好，原来三哥没这么心酸，没这么心酸，越来越心酸吧。我感觉我们现在的聊天进入了一种好像柳三变是什么绝世丑人的那种。对。他只是不像彭于晏，仅此而已。好了，谢谢柳三变。好，谢谢大家。我拿这东西出来说，我一个是觉得用自嘲的方式让大家笑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希望真的如果有焦虑的人，能够不要焦虑，或者告诉你你现在正在焦虑的话，也不要着急，你就等到我这个年纪你就不焦虑了。但我是觉得大张伟老师那句话还是挺温暖的，以后回去我都会跟自己经常说的。柳三变你不好看，但我爱你，我会说的。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那么下面这一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新人演员，有请我们来自东北的大千。加油，帅哥！哎 ，hello， 告起，哟，我今儿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代的教育环境
我们这代人啊，特注重应试教育，为了考高分，除了正常上课，家里还会想好多好多的办法，花好多冤枉钱，比如上培训班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就特别有那种学历上的优越感。我前天在上海认识个新哥们儿，就是我说哥们儿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啊我之前欧洲留学呀。我心想谁问他了？但是自己说出来不能装没听见啊。我说那后来呢？后来读研究生，在那边学那个酒水酿造，吃顿饭给我讲红酒，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红酒，快结束了。我说那哥们儿现在回国做什么呀？他说啊我现在在那个 Sweet Snow。我说那什么呀？他说蜜雪冰城。现在小孩轻松多了，现在前2年私下补课抓特严，不让学校老师出来补课。我这代人小时候别说补课呀，还有去给老师送礼的情况。我人生第一次送礼，是我爸让我给培训班老师去送礼，让我给老师带张邮票，那是一张1980年生前纪念猴票，放现在1-2万块钱一张。我当时觉得老师不能要，我爸说儿子别管，老师不要，记住2句话。你说这玩意儿没几个钱，就是一点心意。2句话我在学校练习1天啊，我拿同桌练习。我说胖子，小浣熊吃吗？他说上课呢，吃什么小浣熊？我说没几个钱，我一点心意。胖子说拿来吧。中午盒饭也这么订，我说哥们儿盒饭吃吗？他说不吃了。我说学校不让出去吃，咱也能订，没几个钱，我一点心意。就这么2句话练习1天啊，到晚上上培训班了，觉得自己练习特别好。我跟胖子2个人巧了，都要去给老师送礼。胖子性格太直了，推门进去。王老师，我爸让我给你带2000块钱。这话说完，老师面上挂不住了。我明显感觉他生气了，而且是跟我生气了，因为我往那一站，我有点耽误事儿了。我站那儿虽然一句话没说啊，但效果跟说话是一样，就好像站那儿说：“来来来，王老师，这钱你收一个，我看看来。”现在回想这事儿，情商太低了。如果是哥们儿现在30几岁，这情商，别说兜里还带礼物了，我就算空手去，不小心撞见了同学排队在给老师送礼，我也能想办法处理的不那么尴尬。比如第一个同学啊，王老师，我帮人给你带2K。第二个，王老师，我帮人给你拿3K。老师看我说，老师，我没 K。我找个小幽默我就化解了。当时不行，当时低头往那一站，我一句话不敢说，我像犯多大错误一样。这时候还是胖子聪明，胖子先说话说：“王老师，没几个钱，这是我一点心意。”给我台词说了。老师，这东西你放那儿，胖子，你先出去吧。你小子进来干嘛的？他盯着我看，我当时太紧张了。人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就会说实话。我说行贿，他什么？幸会王老师，我这儿有张邮票，80年猴票，我一点心意，耶。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在那块儿胡言乱语。老师说这东西拿走啊，大齐你不了解老师吧？啊，人老师属鸡，不识货，让我把东西拿走了。当天晚上我回家，我爸爸就怨我，说儿子这么点事儿办明白啊？我说爸不怪我呀，老师说不要猴票，要鸡票。从小我特别排斥给人送礼，其实我觉得就不应该去教小孩送礼什么的，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王老师的结局。后来他也被那个培训班开除了，可以说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对吧？听说他现在过得也没有那么的好，他现在在沈阳是一名搓澡师傅。我去到他那个洗浴看到的那幕，我还挺感慨。你能想象吗？原来一老师站你前面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跟你说的是贵宾你好，水烫不烫？春蚕到死丝方尽，没想到现在就与春相伴。我有好多话想对他说，但我都没说出来，因为他那天一直在跟我推销他那个芦荟盐奶套浴。我说我不做了，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写个5星好评？我可以免费给你打点盐。我说那多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儿，没几个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呀妈呀！哦，这2句话说完，我当时觉得太讽刺了，朋友们，太讽刺了。
我那天所有想对他说的话我都没说出来，我都留在了某点评软件，给他写了一个3星差评。我说今天体验感很差，给我搓澡的师傅一直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极了我小学的王老师（括号属鸡）。加油，谢谢大家，拜拜。哇塞！你看大齐居然说出寓教于乐的感觉了哈，后边发人深省了已经。对对，厉害厉害！哎，大齐，然后今天跟我们说的这种礼物，这种有过之前什么送礼啊、收到奇怪礼物的经历吗？各位老师们？我想起来一个我去年收到的一个那个礼物，它是一个那个袜子和内裤的一个套组，然后都印的是我的头像，还小人，踩的是自己呀。大齐有没有收过奇怪礼物？我妈其实挺奇怪的。我妈比如说前一阵儿，她会跟我说：“哎，看你最近开车开挺多啊，给你张油卡。”给你张油卡。对，她说你给我转200块钱就行了。卖你。对，就卖我一张，或者手机不用了也扔给我，然后我给他转钱，就拿我当咸鱼用，有点这意思。我想起来一个，我收到过关于小孩的礼物，一起录过节目的一个艺人，然后他可能就是直播有一些东西。统一打包成礼盒送给每一个人，然后我拆开发现有奶嘴什么的，我连婚都没结，更没有小孩。哎呀，你个老 baby！ 最近他们都嫌我皮肤不好嘛，有人给我送那个医美的套餐。朋友们，我4天前刚做完那个光子嫩肤打的水光针。他跟我说了，我说是哪家再也不可能去了。这一脸坑跟月球似的，然后我原来更惨，原来更惨啊！我好嘞，谢谢大齐，感谢。拜拜。大齐，我觉得今天演的挺好的，是我非常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他每回都那个稳定发挥。听大齐讲脱口秀，总有一种莫名其妙有点想笑的感觉。闲鱼便宜，闲鱼即是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哇塞 ，everybody， 各位 ladies and 乡亲们，那么下面这一位，他是一位 fashion 的顾问，掌声有请我们的大鹏。我是大鹏儿，讲脱口秀4年多了吧。我之前是在服装零售行业工作，最近被裁员1年多了，属于一个就是中年下岗失业的一个状态。现在就是等于说被迫的全职做这个喜剧行业。第一次有啥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第一次光紧张，这次不光紧张，还咳嗽。我想再使劲多咳咳，上台就不咳了。对自己的表现，我就是觉得就是能被大家认识，然后别骂我，我的要求就是这个。掌声有请我们的大鹏。嗨，大鹏。嗨。我那个曾经啊，在一家法国的设计师品牌做那个时尚顾问的啊。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店里办入职的时候呢 ，HR 就跟我说了，说让我提供一下我的英文名，要给我制作工牌、申请邮箱啥的。我说我也不会英语呀，我哪有英文名啊？他说你不会吗？哎，你不会，为什么在入职资料里面英文能力那一栏你选择了优秀啊？我说那拢共就3个选项啊，一般。良好、优秀，也没有不会呀。他就非得让我提供，我也不知道叫啥，我说随便吧。我不行，我就叫 ABC 吧。HR 当时就急了，那哪行啊？那肯定不行啊。他自个儿叫 ABC。我也不知道叫啥，我们俩在那掰扯，掰扯到半截的时候吧，我就一抬头。我看见我们店橱窗上贴个英文单词 ，SALE， 我当时不知道那啥意思哈，我觉着应该是个好词儿吧，贴那么正中间儿，每片玻璃都贴了，对面品牌也贴了，我说我叫这个吧，散了。
HR 还没反应呢，那儿保洁先冲过来了，哪儿洒了？洒哪儿了？俺就叫洒了。我洒了2个礼拜，我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打折。晚了，工牌也带上了，邮箱也用上了，邮件都收到了，说 Dear 洒了。但是还好哈，没过多长时间来了个新同事，跟我组了个 CP。新同事的英文名字叫Shopping。俺们这不是有英文名了吗？俺们公司有给我们提要求了，说那个在店里啊就不能称呼彼此的中文名，只能叫英文名了。啊，我撒了他 Shopping 的。原因呢是怕我们自个儿的中文名跟来店里客人的中文名重名，说这客人会误会。这有啥可误会的呀？哎，我跟我同事说，我说那个王丽娜，你把这件衣服给烫一下去。那客人接过来说好嘞，我马上去。那不可能啊！而且说重名，其实英文名也很容易重名。别的行业不太清楚哈，我们行业每个店都有一个叫 Coco 的。要是没有啊，肯定有一个叫 Apple 的。我们叫开心店，招了个店长叫 Apple， 招了4个店员，又有2个 Apple。我们是个服装店，又不是手机店。这俩 Apple 就得改名。说实话，有点太为难这俩大姐了。我估摸着他俩加起来能拼出10个英文单词就不错了。不叫 Apple 叫啥呀？叫 iPad 呀。那开玩笑啊，俩人商量半天说实在不行，我们2个就拆开吧。我叫 APP， 他叫 LE。哎，别看我们就是个卖衣服的，那么商场对我们要求也不低呢。他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在店里站着就太土了，拉低了整个商场的形象，所以呢，找了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老师，要给我们提升提升这个时尚程度。老师就说了，我先看看你们的水平哈，你们管咱们楼下那个 L 开头的大奢侈品，你们叫它什么呢？我说那个叫路易威登。那老师no fashion。他说你这是个中文翻译，旁边的同事说叫 LV。那个老师说东北话翻译也不行。他就说你们难道对法语一点都不了解吗？我说了解一点，我知道那个蒙住。老师说你打住。这除了问好还有别的吗？我说有啊，我有那个有那个拿破仑、马卡龙，还有萨琪玛。我们自个儿也是个法国品牌嘛，他就问了，那你们平时在店里是怎么跟客人介绍咱们品牌的呢？我说啊，你好，欢迎光临，行，可以试一下。就我们牌子吧，我们自个儿也不会念。想说既然不会念呢，那我们就快点念。趁这客人没反应过来呀，咱们直接划过去。老师说不行啊，你们呢也得用法语发音，一定啊要用那个最正宗的老巴黎口音，跟客人介绍咱们这个来自巴黎的时装品牌。热为了。么轰！别鼓掌了，这不是个大神经病吗？谁这么说话呀？而且你就听他这个老巴黎口音，按照他的说法哈，我们在练你们来，我们要说啥呀？你好，欢迎光临。热为了么轰！但其实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设计师本人的名字，是个法国非常常见的女性名字，相当于咱们这儿的张秀梅。但你不会觉得张秀梅是一个时尚品牌，张秀梅后边她好像只能接烤肉拌饭。之前有个客人带着他们家小朋友在我们店试衣服哈，可能试的时间比较长，小朋友找不着了，我那给吓的，又是找商场又是找保安广播寻人的。请顾客刘宇轩小朋友听到广播后速到4楼，准备了么红灯。你的家人在这里等候。哎，刘宇轩小朋友不到4岁，你还上哪儿找啊？啊，你让人怎么找啊？我找不到我妈妈了，我妈妈好像是在那个准备了么红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谢大鹏，谢谢。大鹏很潮流，大鹏太强了你。你是穿了鞋套是吗？都说像那个，这个像是那个叫什么销售的那种是吧？
不是中介的，记错了。哎，那怎么样？看大盆这第一次看，我感觉像看好几回了似的，是吧？对，因为你老去店里嘛。因为他就是真的就是会有做这行的人的这种状态。是，跟大家说呀，有没有什么你们那个品牌里头培训怎么推销什么类似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法国品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法式的设计风格。法式的，对，我们主打优雅浪漫，走的就是一个这个度假风。是，就没了。我们全店400多件衣服全指着这一句话卖。你这是巴黎吗？是篱笆吧那边？东北大篱笆那边。我既然是个顾客，我买一点法国的，让我感觉到一点那种法国的那种风味。那我们就扭着说。哎，各位有没有什么英文名啊？你的他的名特别，他的名大家听一下，杜海涛的英文名。我的这个英文名很好记，也很简单，叫什么？嗨。外国捧哏的相声是吧？嗨，就这嗨，没听说过。但真的，因为我在上学嘛，我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其实名它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称号嘛，我就说嗨 ，You can call me hi so easy。可是你在大街上不是这样就很容易一直在回头吗？但是就是好记嘛，但也有问题，就是老师一有什么问题了都先问，就嗨。然后有没有那种莫名其妙就是一定要开始说英文了，就是跟你玩一个？过年前去那个北美演出嘛，然后过海关，然后我就跟他用英文正常说完，把包捡完我就走了。然后等那个毛豆他们过安检之后过来给我讲，说那个海关会说中文，跟他们的原话说那个人真是喜剧演员吗？为什么他看起来一直在生气？给我气坏了。这对我挺冒犯的。你自己也有责任，反正。好，谢谢我们大盆儿，希望下次再见来。演完心情咋样？可放松了，现在。可放松了。我觉得我好像憋住了，没怎么喝，但是后来就是教 talking 的时候还是太紧张了。对自己的表演满意不？表演还行，这过程特别好，氛围也好。下面上场的这位女士，她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6次了，但是她没有上台，她都在接受熏陶，她就是我们的后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后本，目前是自媒体博主，做搞笑类目的。这你们放过我吧！凡尘蝼蚁，跟你的九族说拜拜吧！讨厌。作为一个脱口秀兴趣爱好者，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吧。哎呦，后边的初舞台炸翻全场，咱们就放开了玩。说什么呢，哥？讲真的，我看到所有的网络博主上台说脱口秀效果都很好，然后都没说段子，就直接上台就炸。是吗？我没看。虽然已经跟着大家学习了6期了。看我这几天记的全是技巧，哎，你看，就拿这个范儿很讨喜的，你可以上去这样的，一定要有信念感，就你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好笑的。但只有真的要上场了，经历一遍，你才知道紧张感是这样的。我这稿子改过600还是700了，表演很多是我临时加的，词儿还没完全记熟，紧张是真的紧张，我需要找一些办法把紧张情绪外放出来。这才是本体啊！刚刚都是装的。哦，你真棒！加油，后本，炸翻全场！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他，后本。哇哦，大家好热情啊！大家好，我是后本。节目组跟我说，我要是再不上脱口秀，就要把我的镜头全删了。混了这么多期节目，我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跟坐在那边的脱口秀演员不太一样啊，我没那么专业。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做自媒体的，
也是俗称的网红。我就知道你们是这种反应。哎呀，这么多年也没干出什么大成就，做了一般般，也就全网2000多万粉丝吧。谢谢大家的掌声，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此刻。大家可以拍久一点吗？我想让我在成都的妈妈也听到。谢谢。哎呀，今天是我第一次讲脱口秀，有点紧张，以至于紧张到我都有点嚣张。希望节目播出后，我掉粉不要掉得太夸张。哎，我怎么出口成章？其实当网红不是我第一志愿，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演员。我发现啊，脱口秀演员对颜值的包容度最高。我说我想当演员，别人说我长成那个鬼样还想当演员。我说我想当脱口秀演员，别人会说什么？长成那个鬼样就该当脱口秀演员。我有一个聪明绝顶的计划，我先做脱口秀演员，然后我再把脱口秀去掉，那我就是演员。我知道大家听到有人说想做演员这些话已经听腻了，看又来个想做演员的，演员的门槛现在这么低吗？我也很奇怪，世界上这么多职业，我为什么非要选一个跟自己外形如此不搭的？我就反思啊，反思啊，反思啊。我觉得我得感谢我原生家庭的助力，如果不是他们对女孩的漠不关心，我不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变成戏精。后面家里人为了让我更独立，还给我生了个弟弟让我照顾。除了我妈，我家族里的人眼里只看得到我弟弟。哎，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亲戚了，看到我和我弟弟，只会夸弟弟长得真好看啊，好老子好聪明啊。看到我只会问你弟弟去哪儿了？我是我弟弟的保安吗？还有一次我弟弟犯了错被老爸打，我站在旁边，我爸顺手把我也打了一顿，说我是长女没把头戴好，让小的学坏了。我爹这是什么逻辑啊？那今天我如果讲不好脱口秀，大家别骂我，都去骂我爸，怪他没把头戴好。你们才没把头笑掉。但这一切啊，在我5岁那年发生了改变。那年我领回了我第一张才艺之星的奖状，在晚饭的餐桌上，我被家里人热烈地讨论了整整1分钟。我被看见了，我当时好开心，我真的很想说，很抱歉占用公众资源。我发现站在舞台上可以满足我那种被关注的渴望。周围人知道我想当演员，都嘲笑我。我还有一个腿脚不太利索的亲戚，知道我想当演员以后，说他还有个梦想，是打 NBA。只有我妈不嘲笑我，她送了我去我们当地最专业的表演机构，一个琴行。科普一下，琴行只教弹钢琴。我说妈，现在16岁，我学钢琴来得及吗？我妈说你懂什么？这个琴行叫伯乐琴行，里面啥都能教。你现在只差一个伯乐，发现你这匹千里马。老师果然是伯乐，看到我第一眼就说我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特型演员，同时传授了我表演、播音、导演考学大法，才收我6000块钱。我怀疑老师的学费也在里面，毕竟他也是边教边学。学成后我自信到爆，直接考北电去了。
一进考场，我发现大家都是素颜来的，但我只要往他们身边一站，他们就像化了全妆来的一样。不行不行，我不能为战先怯，我是不会向你们大长腿屈服的。轮到我面试了，我迈着我的小短腿，自信地向老师问好：“老师好，我是04号考生，今年16岁。我朗诵的标题是《一棵会开花的树》。”没错，我当时只记住了标题。北电没考过，但我还是不想放弃。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省内的艺术院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16级的优秀毕业生。谢谢，是个大专。但我在学校一直演的是女主角，因为其他女同学已经在校外演主角了。但毕业作品入围了柏林短片电影节的高校之光单元。这次没有反转是真事儿啊。当网红后，我也看了网上对我的一些评价，主要说我故意卖丑。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打开了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我只是记录了我的美好生活。还有说，后本长得真像头野猪，给我拱出娱乐圈。这娱乐圈我还没拱进来，就让我拱出去了。然后讲脱口秀的朋友们就安慰我说：“哎呀，那你太适合来讲脱口秀了。脱口秀现在火的就是动物戏，你看，富航是猴，二狗是狗，你再不加入，12生肖剩的动物就不多了。”我心想还剩10个呢，我就着急选猪啊。当然，还是有很多宝贝关心我的，给我私信了一大堆暖心的话。还有一些激动的宝宝为了我去跟黑粉吵架，说为什么要说后本？这个世界除了俊男靓丽，也需要丑角啊，也需要特型演员啊，也需要好了，宝贝们，心意我领了。这些大实话，你们还是私信发我吧。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上，有些话想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缺爱的孩子这么多关注啊！谢谢你们关注了我，这个长得并不好看的女孩子。好看。我也不会放弃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如果以后我得影后了，我这段获奖感言你们觉得行吗？谢谢大家，我是后本。后本在后边那个蓄势待发6期了，我们给他掌声再次鼓励！棒！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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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上台了，等什么感觉？之前其实脱口秀是我的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这次算是挑战自己吧。我觉得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得要先直面自己的恐惧。难是因为不做，做了就不难了，是不是？就这点事儿。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拍自媒体噻，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得提升一下，我不能说光只用这一种方式逗大家开心，逗大家笑，我要有更多的技能让你们开心。Yes， 所以我就来挑战这个了。他第一次这样特别厉害。对，后本很可爱啊，然后有自个儿独特的魅力。我觉得田冲那句话特别对，你本来就很美，就是不是，就跟自个儿说，我觉得很棒的。希望后边咱们接着努力了，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那给自己的表演打一个分，60分吧。那40分扣在哪儿了？40分，我想给自己再成长的空间，这样子它可以督促我继续努力往前冲。
很棒呀，后本，我觉得他是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把自己内心很敏感、很脆弱的东西端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勇敢的。后本用发声的方式、说台词的方式，其实特别像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丝毫不慌张，也得到了大家的接纳。这个作为第一次的表演，已经非常棒，非常不容易。下面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登场的最后一位选手，新人，他就是我们心酸的中年男人孙悦。我在紧声音。他是个意外，没有一个男生从小的梦想是长大这么长。我在紧声音。今天上场这件事情其实还挺意外的。上场之前在后场一直在不停的练习，长大这么长，我在紧声音。而且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把自己想讲的、想说的和状态都体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个满血版的孙玉。有请孙悦。谢谢大家，我叫孙玉。也许大家看不出来，我原来是个国家1级运动员。对，健美操。很难想象是吧？体育生长大了，我都不是长大，我是长扑出来了。但是多年的专业训练还是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体育生的痕迹，比如说食量大，我去吃回转寿司，下游干涸了。我往那边一坐，就开始这个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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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碗。我吃寿司吃出一种炒股的感觉，就一直在接盘。而且我食量大到我爸妈都害怕。我回我爸妈家吃饭，他们说我是野猪。我说野猪是国家2级。跳健美操是个意外，没有一个中学男生说长大之后我要跳健美操，我在紧身衣。没有的，没有的。虽然很舒服，但是没有的。我跳健美操是因为学校篮球队不要我，他说我身体协调性太差。我说教练，教练，教练，我协调性差。教练，我协调性差。健美操教练正好路过，一眼相中。当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健美操，但我知道有 offer 先拿着。跟篮球队待价而沽，没有沽出去，篮球队弃我如敝履。我一气之下就加入了健美操队，我要让他们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看看。这边裁判哨声一讲，我就知道 it's my shoot time。篮球场上事就在篮球场上解决，哪怕我是曲线解决，对吧？我就怀着这种复仇的心态加入了健美操队。虽然当年我不懂什么是健美操，但是我跟教练表心态，我说我虽然身体协调性差，但是我一定会好好训练的。教练人非常棒，教练说没事儿，什么差不差的，我看上的就是你这个人。教练真没有骗我，健美操队没人，整个健美操队就我和教练2个人。我很难说这是健美操队，健美操一队。我是我教练的开门兼关门弟子，主要负责体操房的开关门。经过大概几个月的基础训练之后呢，然后校队的教练就把我送到南京市的专业队。专业队真的就很不一样，很厉害，藏龙卧虎，就是什么自由体操退役的，或者是那种艺术体操转过来的，还有花样游泳上岸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没办法转到跳健美操，很像脱口秀这个行业。我就是那个健美操跳不下去，转脱口秀的嘛，对吧？唯一不一样就是他们真的是童子功，他们练健美操就是脸压，比如说压韧带，一件很简单的小事儿，那帮童子功压韧带在地上是可以下叉的同时睡着的。就是重叉这边睡着，横叉在那边睡着，推开那个体操房的大门，感觉像案发现场。我压韧带跟杀猪现场一样，3、4个人把我哐一下按到墙上面，然后教练把我的脚抬起来，然后砰一下按到我的头旁边。我的天，
当时那一瞬间，我都听见我韧带跟我讲话了。他说招了吧。而且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极难叫得出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不可能啊，好臭，你很难叫得出来。就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的整个大腿就拉伤了，就2条腿的大腿后面韧带大面积拉伤，全是淤血，然后一块红一块紫。现在回想当年，真的是大红大紫。第一次队列比赛，我就勇夺倒数第1，很正常，我能接受，因为我是个门外汉进去，我能接受。但我依然感觉很崩溃，我都练成这个样子了，我就蹲在那个门口想说，酷手，难道这就是我身体的极限了吗？然后就蹲在过道那边，自己给自己难受。那时候当年的队友很好，然后从那边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人安慰，只有一个倒数第2，我开开心心的跑过来，然后拍拍我的肩跟我说没事儿。我刚想抬头感谢他，他一个山羊跳从我头上跳过去，回头跟我说菜就多练。哦，那年我16岁，形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安慰，就是要对抗和嘲讽。这个世界就是对抗和嘲讽。你们想，目前全中国最流行的竞技体育项目，斗地主，然后基本上就是炸弹对抗。我只剩1张牌了，嘲讽。竞技体育让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我就是爱对抗，爱嘲讽。所以慢慢开始没办法，只能多练。他们练力量30个一组，我练40；他们转体360，我转体540；他们偷懒，我举报，对吧？跟队友们一起对抗嘲讽了3年，然后过了国家1级，拿了全国冠军，然后也加入了学校篮球队的啦啦操队。哦，这是我主动申请的，我就想站在场边上看他们输球。他们一个上来没进，我就说啊，是不是身体协调性太差了？就是要对抗，就是要嘲讽。那年我18岁，今年我38岁，我长胖了，这个世界变柔软了，身边好像已经没有像我这样爱对抗、爱嘲讽的人了，哪怕是我们这一行最爱嘲讽的人，翟嘉宁。他也不可能在夺冠当天跟第2名说菜就多练，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吧？好，这期是我录的第2期，上一次状态特别差，几乎是全场表现最差，我在后台特别沮丧。其实无所谓，我一个人就 OK 了，但是他们很好，他们都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儿，你已经很棒了。我表现最差呀，我感觉在阴阳我。这是棒吗？这不是棒槌吗？然后他们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宇哥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段子虽然不好笑，但很高级，盐不咸，但点很多。脱口秀要什么高级？脱口秀就是要好笑。你们想，他夺冠的那一天喊的是什么？喊的是冠军，冠军，冠军。哪有人他夺冠的时候，哎呦高级，高级，最高级？没有的。要是喊第2名喊什么？喊比较级，比较级；第3名原型，原型，原型。我觉得就是要好笑，不好笑就露宿街头。上次录完正好是过年之后，跟队友们一起聚餐，每年都会聚一次。他们知道我来这边参加节目，就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有点难，脱口秀想放弃了。我像我这种中年胖的爱嘲讽的男人，没有人喜欢，他们也没有惯着我，直接开始跟我对抗，说你这个算个屁！你看人家老于哦，我一个队友10多年的队友，在南京10多年，干了10多年的健身教练，干倒了20多家健身房，没有放弃。前段时间自己开了一家健身房，他的健身房我去过，哇，真的非常励志。健身房里面的器材没有一个是自己买的。我说什么意思啊？你来时的路都是老板的跑路，杠铃片上的 logo 不重样。然后我在他那个健身房里面玩嘛，就从那个20公斤的哑铃开始试，没拿起来，然后一个试到那个粉色的，在那边玩。他正好过来看看我，看看那个粉色的哑铃，再看看我，再看看粉色哑铃，再看看我，废物。
当时一瞬间啊，青春的感觉回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找回青春，甚至有时候就在青春里面。反正我现在去准备报一个驾校，因为对抗比较强烈一点。OK， 谢谢大家，我是孙玉。我觉得今天不仅能让你青春的感觉回来，能让你返老还童。来，翟佳宁开始骂他，他刚才说你什么来着？挺高级的，多练啊。你们感没感觉孙老板他心里一股有股气，完了在台上感觉杀气的感觉？你距离成为那个艺术家还差离个婚，玉哥看，最好在净身出户，露宿街头啥的。下一次是2个星期之后录是吧？我想一下来不来得及。然后来。孙玉啊，我觉得节目到现在这份上了，观众朋友们盼着干什么？健美操，对不对？现场我们来了一位绝对不会服输的这位健身达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一次健美操跟广场舞的正面对决。对了，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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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了，跑不了。踩我们嘉宾怎么回事？你踩他干嘛呀？要踩上网上踩去。我上来是干啥来着？我觉得都上来了，咱们一起学一下。来，准备音乐。来，音乐来。先不着急做，我不会跳舞了。咱们先看看这身衣服，来，这身衣服来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哇！这身衣服好像那种打赌输了，就是说。好嘞，这就是我们脱口秀演员，是不是？每一场演出都是这么炸。谢谢你的演出，下次再见。你们感觉孙老板作为一个中年男性啊，这心里头有很多苦闷，能借这个台上来释放出来。孙玉这段表演看着有点心酸，要心酸到你又有点好笑，你这人到中年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你来看一眼，今天有很多演员上台了哈，因为您是捧场大嘉宾，就是您必须得挑一位来捧。挑一个，我算吗？你要推荐你自己的话，其实也可以，网上在骂你。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确实怕这个。那我看看。来，您说这些新人们，觉得沈阳老乡上来挺猛，但确实我跟那个健美操武力全开了，感觉那个。如果推荐这个人，你就会推荐孙玉，对不对？对，孙玉吧。好嘞，感谢孙玉，谢谢。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到了各位行使你们权利的时候了，谢谢各位，拿出你们的卡片，上边写上您对这一集的一些感受，我们也会非常的尊重你们的选择，谢谢各位啦。我觉得今天演员在台上表现力就是非常的足，所以完美的完成了一个压轴的任务，让场子最后还是挺炸的，带着大家玩起来了。柳三变老师一直是一如既往就稳嘛，整个气场就特别和。后本有极强的天赋，在台上很自信，不是谁都能在台上那么自如的。我相信今天不会露宿街头的。今天不会露宿街头。我预测今天会露宿街头啊，因为我觉得演员今天演的没有
让观众那么的兴奋啊！我觉得今天没有表现好。欢迎欢迎，来吧，请上座，老师。他们不陪你吗？行，那我们先开始。可以。今天谁的表演觉得还不错？我觉得玉哥特别棒，有心酸有愤怒，耐人寻味，总体来说。哎呦，谢谢。我要举报啊！玉哥表演完，鸡翅在旁边大喊：“脱口秀完了！”3、1、2，脱口秀完了。真人秀太出色了，段子一般。哟，两位都表演了。对。那你说吧。这两个是最好的。他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没有讲过脱口秀。真的吗？我都看出来了。我就来一次，我没必要这么聊啊。干什么呢？我们刚才在聊天呢，喜欢您的那个短视频。哎呀，你别这么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边我看看怎么的呢？都是生面孔，是不是？对你这样，新朋友来，你说说吧。玉哥，哎呦，周奇墨接也费点劲，反正。真敢讲呢。哎呀，其实小周一直一般。周奇墨是赶上好时候。我是到第2个演员，我就去找第2个演员，周老板。哦，今天没接住。周奇墨那差点，是，没接住你。哎，别，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是有点。我觉得他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再往后放。今天不露宿街头，天理不容。省了半天，就一个人说实话。哎，大家好。Hello。哎，天花板来了，掌声欢迎啊！行了，就是我们每期都有一个复盘环节呢，就是说刚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写了好评跟差评啊，咱们都来念一念。行，那我先读一个2星差评。哎呦，第一位演员开头挺不错的，但是太长了。是我吧？是我，对不起，是我。中间有一段总感觉在走动，让人走神儿。哎呀妈，真是我。你是蹦起来跳了，他说走动。对。感觉有些地方可以删减，但是兄弟，你不用颜值焦虑，你真不丑。哎，柳三变。那这绝对是柳三变了哦。他给了你2星的颜值肯定。哦，伤人呐！啊，等会儿。我虽然不好看，但是我爱我自己。好，有一个5星的哈，5星的。柳三变，小眼神太有意思了，讲着那个小眼神就飘过来了，真的很好笑。听他段子就像秋裤扎进袜子里，踏实。好会写啊！这个要不就给我拿带走吧，我。好，这是一个5星好评。他说小时候涛哥的节目陪我长大。我们也是。哎呦，谢谢。没想到竟然能在现场看到涛哥的脱口秀。今天在现场没有电视屏幕，但涛哥依旧在发光，有趣的灵魂就会一直发光。期待涛哥多上节目，爱你！他叫做有咕噜于巴拉。哎，行，接下来到我了，5星啊，5星。谢谢我们的周老板。哎呦，别怕不合群，不要内耗，你的演绎是全场最棒的。我一直都觉得好看的专场不是好听的名字，支持 old school， 你没有过时。他也没说自己过时，你一点都不过时，你不老。哎，还有最后一句呢啊！还有最后一句，你一直在你的时区里
发光。哦，我一直在我的时区里发光。写的这么好呀，虽然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比你强，谁也不吱声，这时候谁也不吱声，大家都沉默了。好真实的人啊！我回去好好看看这些人在哪里。接下来再来了一个啊，3星了，哎呦，3星了，凸后本。后本怎么了？哎呦，后本怎么了？后本最厉害了，还可以啊，只给了3星啊，但不是差评，哎，路转粉还有进步空间。另外2颗星先留着，希望看到5星的你。还有啊，还有还没完啊！祝后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很感性的，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谢谢。那我就谁让后本再感动一下？哦，又是你了。这也是5星的，也是给后本的。哎呦，太喜欢后本了，完了画了一个爱心。要点不突兀，梗出的很巧妙，互动也好强啊！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宝宝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实现你的梦想，加油！3个感叹号，期待你以后成为影后。哎呀，好，谢谢。送你吧，送你吧，哎呦对对对，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行嘞，下面就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鱼头人，他要送上结果啦！咚咚。海涛，你先看，别让我们看。我们这嘉宾的资格给你，这个大资格给你。不，我能看，你别碰。他能看，现在他有资格。哎呦喂，海涛怎么样？你已经看见了，我们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哎呦，哎呦，他说哎呦了，朋友们。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只是我们努力的不够。68，就差一点儿，68，是吧？就差一点儿。不应该啊！现在观众很热情啊。那我们出去了是吧？你知道今天下雨吗？你这么的，今天大家长沙都到了是吧？那个有什么心愿？有图逼呀！我为了跳最后一个东西，一天没吃饭了，我只要吃口饱饭。我也想吃饱饭，好饿，一天没吃了。想听我唱歌？来，朋友们，吃的给大家安排进来，好不好？不管住哪，先要吃饱。上装备。来，我们跟着周老板往前走，走向脱口秀光明的未来。走吧，大家，来出发，走，出发，出街头喽。海涛老师请大参赞控去也不合适啊。放心，我有神器。啊，知识的力量。拉倒吧，人家干饭，咱俩讲课呀。下一个，艺术摆件，菜不香也白搭呀。那再找，是这个。这回对溜，长康100%纯芝麻油，纯物理压榨，地道。火喷香，哎，待会儿菜上来就滴几滴，满桌飘香，比啥都有面子。100%对味儿，餐桌硬通货呀！走，干饭去！走。Let's go！ 哦呦！这是露营最好的一次了吧？有大巴车。哦呦！走起来！吃饭太好了，我真饿了。我说白了，要坐车，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跑着去。那你自己跑，你对着镜头，他要自己跑过去。居然还给我们坐车，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负重15公斤跑着过去，娇生惯养的脱口秀演员们。
他负主要责任，跳那个舞掉了20%的票，我都没上，背个锅。热场没热好，你得背。热场也算呀，一个都不能少。大家现在想吃什么，你们就说出来。肉、龙虾、臭豆腐、鸡蛋、肉丸、粉、米粉、辣椒炒肉、有点啤酒。这样，你们先说，因为我已经点完菜了。我想听你唱歌，确实准备了。整个的那个环境先简单的说一下，有一些家常小炒。这太好了，太好，行，咱们有点曲径通幽。曲径通幽，那就不太好了。越听越怪了，是露天的吗？路边摊。这是开到哪里了呀？不是，咱们到底是要去哪呀？这么黑吗？这地方，这到哪儿了？是谁要吃肉啊？看见没有？猪店，你不是要吃肉吗？这不是肉店吗？真是有求必应。走吧。哇！来吧！过年了！哇，挺香啊！太香了，哎，真香！哇，太香了，是不是？好香啊！这把掏上了啊！我的天哪！好香啊！太香了，这把太行了。那必须的。那吃一宿就不用露营了吧？畅聊，我能吃一宿。大家坐吧。我的妈呀！太狠了！哇！哎，这菜真挺好吃的，真香啊！是不是我说请吃饭的，吃火锅的？还有求必应。有求必应，不给你们吃服。已经服了。哎，服了，谢谢海涛哥。行。开吃吧，来吧。边吃边夸嘛，感谢海涛老师。太香了！怎么的又给大家加菜了？哎呦，太仗义了！来！这个红烧肉得吃哭它，这都炖的最肉头的时候。哇！炖的特别来劲。那个油好像很好吃啊，它应该拌饭应该可以。咱们涮一盘，尝尝不同的菜。来吧，转吧，换方向，回转寿司，桌子不转，咱人转。来，咱们转呗。还得是东北6人转。这行哈，招待这样的菜真的是非常客气。来吧，谢谢海涛，谢谢大哥。好久没有吃到这种有锅气儿的菜了啊！对，来聊起来不能白吃，对不对？大家都聊点有趣的事儿。杜老师平时会攒那些看见的、想起来的那些东西吗？我比如说之前跳广场舞的时候，我就爱跟人聊天嘛，就都聊出来了。你们说脱口秀得要好多灵感吧？观察生活，这顿饭能观察出什么前提来，能写成段子？观察到现在没有，只有好吃，还没观察出来一个，证明创作有多难。我观察出来一个，大宅特别喜欢打破第4堵墙。他老是在这个拍摄的时候突然问导演：“你们要不要吃一点？”大宅是个非常温柔的人，就是因为这外形把他给尬那儿了。我一不笑，人就以为我不高兴，是吧？本身心里是热心肠，想跟别人抒发的是善意啊。还行吧。那个吃的也那个差不多了，饱饱的了啊，睡吧，咱们准备吧。该露宿街头了，朋友们。这挺有露营风的。这是有能睡的啊，就想在这儿就在这儿，明天起来还有一顿啊，这东西。所以明天热一热，到饭里还能当粥喝。对，下个面条进去都行啊。屋顶是那个大师，开帐篷巨快无比。这个帐篷巨简单，你就拿出来，你就给它翻过来，把这个骨架露出来就行。你看看。多熟练，吃苦吃习惯了。那这样，大家临弄帐篷之前，我在那个说个小事儿。小事儿。我觉得这会儿说出来的也挺适合现在大家的感受的。咱们不是那个68%，那个其实是86%，朋友们。啊！那我背了一路的帐篷。刚才那个谁帐篷打开谁给合上啊！哎，行了，咱们不用露宿街头，就是带大家吃顿饭，大家开心就行。
就是想给大家的生活再来点素材，好不好？谢谢，我理解，小拥抱，我理解。好，谢谢大家。来，最后来个大成功，不好笑路街头，成功！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热烈欢迎我们涛哥又来啦！再来一次，来，马上上菜，来。哇，好感谢！还有一个惊喜嘉宾，他是泰斗级别的。Hello， 大家好。打他的叮当，叮叮叮叮当。哎，兄弟，你也太真实了，你简直是横竖竖横竖横横横撇儿点儿宝盖头点儿点儿横撇儿点儿，真实。前任啊，只是一面后视镜，照见的都是回头路。我没打算走回头路，因为警察叔叔说了，逆行啊，是自己全责。哎，这啥感觉呢？就好像大张伟在台上给大家唱歌，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的滴滴的，然后给你讲喇叭的工作原理。怎么2星？我这全是差评。哎呦，我好怕。一直在期待能有个炸梗，最后也没听见。前面太闹了，后面有点没接住。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呢？分数是100%。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下。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你画我猜。你们画的是一个词儿是吧？现在不玩来不及了吧？六耳猕猴，洗耳恭听10个字，洗耳恭听，听。评价一下后本今天的演出，赶紧回来主持吧。哎，不是什么好话，对。我肯定选择离你远一点，很真实。满嘴胡话，出去吧。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微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Ladies and gentlemen, take my style， join the party， 跟我摇。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朋友们，跟着我笑。无论你是硬骨头还是实力派，扭动胯骨轴 ，and look at my eyes， 牛。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不管唱跳 rap， 很美丽的那些规矩，牛 younger baby， 来。音乐起！ Ladies and gentlemen, take my style, join the party， 跟我摇。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朋友们，跟着我笑。无论你是硬骨头还是实力派，扭动胯骨手 ，and look at my eye， 牛同人度2麦哦给力。不管舞台还是广场，如果想 battle 我都陪你。不管唱跳 rap 还是什么，你想赢我对不起，实话就是我个 baby。我站在舞台上就要打破所有你们立的那些规矩。牛 younger baby。来是 come on， 就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跟上我的节奏走，扭着你的胯骨轴。来是 come on， 就是 girl， 点头 yes， 摇头 no。打招呼就最后喽，他们说话都带 flow。哎呀，宝贝儿们，干啥呢？这小舞蹈跳得挺带劲儿啊！来，听声的，还有一家的，有家的，有起来。We are the New Yorker， New Yorker， 废话说 New Yorker，New Yorker， 喂 ，We are the New Yorker， New Yorker， 废话说 New Yorker，New Yorker， 喂 ，We are the New Yorker。